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炒花菜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，但是想要做好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。这里切记不要焯水和直接炒了。教你一招，保证你炒好的花菜鲜香入味，营养不流失，人人夸你是大厨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颗有机花菜，用剪刀将它处理一下。这个季节的花菜是最好吃的时候，也是花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所以说现在的花菜非常好吃，并且还带着一股香甜的味道。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朵，这样比用刀切要好得多，不容易掉渣。花菜最好剪小一点，熟得快，受热更加均匀。全部剪好后放入盆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在里面加入2勺食盐，大约15克，用手稍微搅动几下，使食盐化开，这样可以去除花菜表面的一些灰尘、虫卵、杂质和细菌。所以说用淡盐水浸泡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这样吃着更加健康。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2根青蒜苗，清洗干净后切成小段。这个季节的青蒜苗味道非常的香，用来炒菜很提味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根胡萝卜，先斜刀切成小段，再改刀切成菱形块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准备2个香菇，切成薄片。切好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。再准备小料，把蒜子的根部切掉，要不然会咬不动。再切成蒜片。生姜也是切成姜片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剪几个干辣椒段，搭配颜色和增加清香的辣味。不喜欢吃辣的可以用柿子椒或者是大红椒代替。剪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块钱的五花肉，切成薄片。加五花肉可以增加香味，不喜欢吃肉的也可以不放。这里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将猪肉放到冰箱里冻一会儿再切，那样切起来会比较容易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。泡好的花菜用手慢慢的清洗干净。因为今天的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，不用焯水也不过油，所以清洗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这里一定要多清洗几遍。清洗至像这样颜色香亮就可以了。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后将控干水分的花菜倒进来煸炒。最好是用边煎边炒的方式，这样能去除花菜里边多余的水分，而且营养还不会流失。这一步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。稍微多翻炒几下，使其出热更加均匀。煎至花菜表面稍微有点焦黄，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，已经有7成熟了。先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再起锅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油热后将切好的五花肉倒入锅中，先把五花肉炒散炒熟，炒至五花肉变色，将里边多余的油脂炒出来，这样五花肉吃起来香而不腻。炒出油脂后将姜片、蒜片、干辣椒段倒进来，炒出香味儿。炒香后加入1勺豆瓣酱，炒出颜色，炒出香味儿。这样炒出的花菜味道又香，而且颜色也好看。沿锅边倒入少许料酒，一点老抽上色，用铲子翻炒均匀。
炒匀后将香菇片、胡萝卜片倒进来翻炒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将香菇、胡萝卜炒至断生后，再将花菜倒进来，继续翻炒，把花菜炒出香味儿，让锅里边的油脂全部裹满到花菜上面。这里大概炒10秒钟就可以了，这样能让花菜吃起来更加的入味儿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白糖，10克的蒸鱼豉油提味提鲜。用铲子翻炒均匀，使调料化开。炒匀后，这个时候将青蒜苗倒进来，翻炒均匀，炒至断生。这里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个5、6、7、8下，炒出多余的水分，炒出锅气。好啦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，装入盘中。这道营养又美味的炒花菜就做好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花菜这样做清脆爽口，鲜嫩又入味儿，很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吃，并且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下酒又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春天要多吃这素馅饺子，5块钱做一大锅，比3鲜饺子还鲜嫩，营养又美味儿，上桌孩子抢着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和个面团，盆中准备300克面粉，在里面加入3颗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搅拌均匀，然后用180毫升的常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这里不要一下子加进去，那样稀的稀，干的干，不方便下一步操作。搅拌成棉絮状，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像这样就可以。盖上盖子，放一旁醒面30分钟。这个时间准备一个洗净的西葫芦，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刀工好的话，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。西葫芦营养价值高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葡萄糖，尤其是含钙量极高，所以说平时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再准备1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同样也擦成细丝。颜色搭配好看又好吃，也更加的有营养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将西葫芦丝、萝卜丝倒进来焯一下水。焯水1分钟就可以，控水捞出，过一下凉水。再将香菇放进来焯一下水，将过凉的西葫芦丝、萝卜丝用力挤出里边多余的水分，挤好后放到案板上切碎，这里尽量切的碎一点。切好后放入盆中。这时候香菇也焯好了，大约焯了5分钟，然后控水捞出，也过一下凉水。将香菇挤干多余的水分，放到案板上切碎。香菇肉质非常的肥厚细嫩，味道鲜美，香气独特，同时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，被人们誉为菇中皇后，在民间素有山珍之称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全部切好后放入盆中，在里面加入1勺熟油，熟油拌制的馅儿更香更好吃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提前加油能锁住蔬菜的水分，防止在后面的腌制过程中出水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1块豆腐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豆腐是由黄豆、黑豆以及花生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豆类制作而成，是我国的传统食品，营养丰富，被称为植物肉，所以说平时多给老人孩子吃一些，对身体也特别的好。再改刀切成细条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
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碗中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充分搅散，然后倒入豆腐中，加少许食盐增加底味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后将豆腐鸡蛋液倒进来，等到蛋液定型后，用铲子不停地翻炒。炒至豆腐表面颜色金黄，像这样就行。稍微放凉后，倒入盆中，加入1把提前切好的葱花。下面来调味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十三香，1勺蚝油，少许的胡椒粉增香。先放一旁，一会儿用的时候再搅拌。面团醒好了，不用揉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对半切开，取其中的一块，直接搓成长条。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撒少许干面粉防粘，将每个面剂都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饺子皮。像这样一个边缘薄、中间厚的饺子皮就擀好了。开始包饺子前，将馅料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哇，馅料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。取一张饺子皮，上面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。像这样一个大肚水饺就包好了，依次全部包完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。煮饺子的时候加入1勺食盐，这样不容易破皮。依次下入包好的饺子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用铲子压着锅边，轻轻地推动几下，防止粘连。大火煮开，煮开之后加少许凉水，这样煮出的饺子不容易破皮，并且受热也会更加均匀。再次煮开后再加入凉水，素饺子加2次凉水就可以了。看到饺子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胖嘟嘟的，就是熟透了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放入盘中。像这样一道美味的素馅饺子就做好了，尝一下，皮儿特别的薄，里边的馅料鲜香又味美，比肉馅的饺子还要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